俄乌冲突之下，美国拉着欧洲盟友大举制裁俄罗斯。对此，俄罗斯选择了对欧洲至关重要的天然气供应出台反制措施，俄欧斗气的序幕正式拉开。然而，欧盟想减少对俄能源依赖，却并非易事。为何欧盟内部的意见迟迟没能达成一致？倘若俄罗斯真的对欧断气，将会带来什么后果？来看个报道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周一发布的视频讲话中提到，西方去年延迟实施制裁明显失算，以致俄罗斯展开所谓入侵行动。他还呼吁西方国家尽快强化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，以阻止莫斯科升级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。Хіба все, що російські військові роблять до цього і зробили вже, не заслуговує на нафтове ембарго? Для нас важливо, щоб санкційні пакети були дієвими і достатньо серйозними, зважаючи на те, що вже робиться проти України Російською Федерацією. 在俄罗斯向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，美国和欧盟等多个国家和组织宣布对俄罗斯实施制裁。但外界注意到，迄今为止，仅美国宣布对俄罗斯石油和其他能源实施禁运。本月早些时候，欧盟表示将在2030年前逐步摆脱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。不过，尤其向较为依赖俄能源的德国，对实施禁运犹豫不决。上周三，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，向不友好国家和地区供应的天然气，俄方将只接受以卢布付款，并给定俄罗斯央行1周时间开发新的付款机制。这份名单上包括了英国以及欧盟全部27个成员国等，其中不乏俄气的主要买家。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二表示，外国公司应当明白，可以用美元和欧元来兑换成卢布并购买天然气。事实上，这并没有什么不同。俄罗斯正在制定一个以卢布支付俄罗斯天然气的简单、清晰、透明和可行的计划。周一，七国集团拒绝了俄方提出的用卢布购买天然气的要求。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表示，七国集团能源部长一致认为，这明显违反了现有协议，卢布支付不可接受，而且我们呼吁有关公司不要满足普京的要求。俄联邦委员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席对此回应称，这肯定会导致天然气停止供应。西方国家他们不愿意用卢布，因为他们用卢布的话，他们还要经过很多的程序。反过来，俄罗斯他是觉得说你非用卢布不可，所以说这个两方呢，这个西方跟俄罗斯呢，他们又在这个问题上面触礁了。我觉得俄罗斯那边如果说真的是狠心下手的话，那对欧洲来讲，那这个真的会造成非常大的这个动乱。尽管欧盟方面多次表示将减少对俄能源依赖，但这并非易事。据欧盟委员会周一的消息称，欧盟国家1半以上的能源产品依赖进口，其中俄罗斯提供了41%的天然气、46%的煤炭和27%的石油。对俄能源依赖至少还将持续5年，直到2027年。而担任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德国，也是欧盟内俄罗斯能源的最大买家。今日，俄罗斯曾援引数据称，目前德国1/3的石油进口来自俄罗斯，1半以上的天然气供应依赖俄罗斯。德国总理舒尔茨周日接受电视采访时重申，德国不会立即对俄罗斯实施全面能源禁运的立场。他认为这样做将引发一场重大的经济危机。法国能源巨头道达尔集团 CEO 也曾表示，他的企业无法停止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，因为找不到替代来源。他还警告，如果没有俄罗斯天然气，欧洲的部分经济将会停滞。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周一表示，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破坏了欧盟成员国自身的经济，让普通欧洲人面临高昂的电价和燃料价格，导致社会福利让位于军费、通胀激增和大规模失业的问题。扎哈罗娃还指出，欧盟对俄罗斯制裁只会有利于美国，让美国从欧盟资本外流、对欧增加武器供应和高价液化天然气供应中牟利。据路透社周一报道，美国原油交易员透露，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，美国原油出口量明显攀升。原本运往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库欣仓储中心的国内原油，现在正经由墨西哥湾沿岸出口。库欣仓储中心的原油库存已接近今年3月初创下的4年低点。上周五，美欧还签署一项有关保证能源安全的协议，声称这将最终帮助欧盟摆脱对俄天然气的依赖。然而，现实却是，根据美国总统拜登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达成的协议，今年内美国将向欧洲额外提供15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，加上欧盟原先计划从美国进口的220亿立方米，总数为370亿立方米，这还不到欧洲每年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的1/5。
哪怕到2030年，美国将对欧洲供应的天然气提高到每年500亿立方米，也不到俄罗斯现供应量的1/3。美国《纽约时报》发长文泼冷水，称这个协议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意义的。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也不得不往回找补称，欧盟现在并不寻求彻底切断与俄罗斯的能源往来，而是致力于使来源更加多样化以及发展绿色能源。因为这个依赖俄罗斯能源的程度之不同，所以说呢，他们对于俄罗斯的这个反应也就不一样。这个反应当然就包括制裁的强度。那所以说这个就造成了整个欧洲联盟里面，甚至当然英国现在不在欧盟里面了，可是呢，在整个西欧国家里头，他们有非常高度的这种意见的分歧。这些国家呢，现在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苦恼，说到底应该要找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方式呢，来跟俄罗斯来进行谈判，因为最好的方式还是要用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。